如何挑选一套适合自己的羽毛球装备？不同的心态与策略会对比赛产生什么影响？肖杰、赵建华两位教练联手给您送出良方。偶尔会换点角色啊，我先代表一些球迷吧，还是观众都行啊。他们经常也会问到哈，拿了一个球，你怎么认为它这个球还不错，还是怎么样？它有一个速度，这也比较重要的。速度实际上跟重量是联系在一块的。你看，像这个球就49克，那么就代表一个重量。那么可能另外的球呢，它是一些什么3号、5号，对，来代表7号，它实际讲的是一回事。明显的，要是球很重的话，飞行速度就快；球轻的话，飞行速度就慢。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做的？我们以前就比如说站到底线，对，拿一个球，那就用力发，那么打到对方的差不多双打的发球线那个地方，对，就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对，正规的那个场地上，它那个发球线旁边会延长出去，这2条小白线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让你参考。那么这个叫一个什么呢？就是测球速的区域。全力向上方把这个球，如果打在这个附近，就证明这个球速是比较适合。说起来，羽毛它有鸭毛跟鹅毛，那鹅毛肯定是比较好的。那么鸭毛呢，就应该价钱比较低一点。从羽毛的外观看呢，应该比较均匀，排列比较匀称。那么它的球飞行起来呢，就会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我想就带一点开玩笑的，就是说，你球再好其实还看打的人。打的。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个新球啊，我跟一个就是比如说刚学的，还是说一个不太会打的，他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会直接打到羽毛所以你说这个球好不好？我说好，结果你啪打断了，你说好不好？说来说去还是技术。对，所以就是说，作为初学者，我觉得他不需要用太好的球。对，因为确实会比较浪费，因为现在球也比较贵。对。选球拍，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稍微偏重一点，我比较喜欢进攻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选就是头稍微重一点，因为这样的可能我觉得杀球会比较舒服一点，能够把球能够杀下去。其实每一把球拍它会告诉你有一个平衡点，是平衡点偏前的球拍，这个后拍就重。那么这种球拍呢，我自己理解啊，比较适合于打那个反手型的，因为拍头比较轻嘛，能够摆得快一点。那么如果要是平衡点比较偏后，那么证明拍头往下走，拍头重。那么就是刚刚照到您说的这种拍子呢，比较适合打进攻型的。那么这个就是从拍子。那有没有刚好是平衡的，也不前也不后的？那这个我觉得是有的，每把拍子多少会有一点区别的。那除了刚刚咱们讲的重量以外，还有弹性。对，您是怎么一个体会啊？弹性呢，这个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钢管这一段的。那当然这是一种尝试的方式。我个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硬一点的。硬一点，因为硬的话就是说吃得上劲，它发力的时候是比较直接的。因为太软的话，因为它确实它有弹性，你打其他球会比较舒服。当然当你要去用力杀球的时候，它可能会把你力量卸掉一点。所以呢，这里面我觉得从初学者，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太大的这个要求去区别它还是选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对，刚开始我觉得还是选一些弹性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因为它本身还没什么力。有弹性比较好的话，这样还可以借点力就是。打个22磅，22磅，23磅这个样子大概。这样的磅数你打得比较舒服。对。那作为我来讲，现在穿的基本上是28磅，就29磅这样一个磅数，就是说应该算比较紧的。当然，比较紧有它紧的好处。因为打球我比较喜欢听它的声音。特脆。这个球打出去声音特别脆。你觉得你用到那个力啊，觉得听起来也特别舒服，很舒服。所以打起来那个心情也比较好。当然，这个紧也有它的不好的。因为它不太容易控制球，所以这个对初学者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要小心。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这个球拍太紧，然后呢你又想发力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发得出来，尤其像你发得不好的时候，因为球拍太紧了，
你会觉得用了很多力，但是那个球那个力量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球线紧的情况下，还要发力要发得干脆才行。如果不干脆的话，这球很难打出去的。所以作为我觉得建议的话，就是说，作为初学的话，拍子一开始不要穿得太紧，还是适中比较好一点。比如说24啊。或者你想穿到22，这都可以的。因为球拍有时候球拍这个线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控制球。对。我不懂你在场上的心态是怎么样哈？有一些观众哈，经常看到我，他说：“哎，赵建华看你打球啊。”对，总让人急。这个心啊，老是揪在那个地方啊。你怎么想的？我的个人想法就在场上哈，比如说很简单，我在一个，比如说我在戳网前哈，往前戳一个没有戳过去啊，或者我刚才戳一个质量不太好，给对方给扑死了。一般来说，可能有一些球员的心态，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回避啊。那么我呢？在这个地方，好，你刚才扑了我一个，是不是？我一定要反。或者我刚才没有戳过去，是不是？好，我下一个我一定要把它戳过去，还有人戳的要质量特别好，或者我就是这样戳，你要扑我都让你好像扑不着。哎，对，我个人认为啊，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较量。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不敢去做这个了哈，那你从心里就认输给对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人家往这个地方打。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不太去防备了，他可以防备其他几个地方，因为他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敢打了，所以这时候我认为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赢你，而且告诉你我这个地方是可以的，所以让你还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那我又可以打其他地方。虽然脾气比较倔，但是我认为还有它的好处，就是不懂这个肖老师在场上，您的个性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比较稳一点，调动当中一旦有机会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跟你一样的心态，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实际你直接打死别人的那个情况真的很小，很多情况是自己失误。你有2种情况失误，一种呢你主动的情况下，很主动很从容的情况，你反而把球打出去了。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对方逼着你被迫比较位置不太好，那种情况下把球打出去。那么这2种情况，因为它占的比例很大啊，我就想啊，比方你很主动的时候，你不能够要求很高啊，你要一拍就要把别人打死，那可能人家其实你已经打得质量很好了，那因为对手也是训练有素的，他可能就把你反起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心态不对，想着哎呀，这拍没打死，下拍我还要再接，你过急了嘛？那要不就下崴，要不就出边界了。那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我就想啊，你能够意识到，就是说不能靠1-2拍就打死对方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多拍的调动一下，就是减少一些没必要的主动失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由于你的心态的过激的一些变化，使得这个球你自己打出去了，我觉得很可惜这样。所以按照我们俩的个性应该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想可能有很多观众很喜欢看你。因为你看到你打球比较放心，所以很多观众他不喜欢看我，是因为看到我以后呢，他觉得不放心，那也可以这样讲啊，因为你很有把握，不是很有把握，我有挑战性，很富于挑战性。是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这样的心态对，比如说业余选手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作为我来讲，可能是一个个人的要求，一个追求吧。我想把每一个球。追求的更完美一点，能够做得更舒服一点，给对方更多的威胁。那只是每个人的个性跟他的主导思想就不一样。所以你这样的打法也是我的好朋友杨洋他所倡导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谈谈，就是说在场上，就运动员一些礼仪啊，包括一些观众的礼仪，比如说像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捡球了。现在大部分捡球就是，比如说这个球现在打下网了。对。一般来说就是说打下网的人去捡。对。可以有时候，比如说对方是站在前半场站在网前，然后呢那个呢是在后场杀了个球，是杀下网了。
其实以我个人来说，包括我像我以前我做的话，这个球我绝对不会让他去捡，我会捡了来我自己去发。可是呢，现在很多情况就是说，那个球员肯定基本上是一转身自己走了，然后要等那个球员来捡。当然，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哈，因为这个球是他打下完了嘛，他要来捡，然后给。当然，我觉得你既然是这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哈，比较友好的，对，我想，我觉得就是谁立的球进，还是要有点大度一点，是吧？谁立的球进，谁去捡，这是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怎样把这个球给别人。有些人捡的球是捡了，啪一打，有一门打好远，一门打到好近的，还从往下啪的刷过去的都有。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属于一个比较文明的举止。我觉得给的比较合适，就是说应该是给到对方。比如说对方人在那里，可以把球给人家，就是起码要从网上把这个球因为既然你是给别人嘛，就应该好好的给别人，对不对？而且应该是从网的上面，不要从网的下面这样打过去。就这个界内界外球也是，一般情况下大众打球都没有裁判嘛，那么像对，通常情况下咱们过去都经常这样子，球落在我这边场地上，然后应该是由我来给出这个信号，比方说我看的这个球是界外，可能应该以我为主。那么球落在您那边了，就要以对方为主。对。可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会赖了，就是说你说界内，他说界外了，所以就需要球落在哪边有哪边的。其实我觉得要有一个信号，就是比赛呢还是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增进之间的这个友谊也好，还是其他。那么比赛其实他不会通过一个球来决定一个人胜负，那这个球可能或者有误判了，大度一点，因为还可以从下一个球里面。是，这才是大将风。是，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大将风，对不对？另外，我也听说你经常看到一些观众好像你不太舒服，是吧？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用闪光灯，就是球员打球的时候，闪光灯啪的就影响。那它有什么影响呢？那正好一闪的时候，别人球员正好要击球，一下就看不清球了，是这样一个影响。再一个呢，我觉得要是作为观众的话，一个球结束了，那你可以为运动员加油，什么都可以。那么当那个裁判一报分开始了，一个回合开始了，那这个时候最好能够安静的欣赏，因为我们还是面对了一个全世界的，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觉得，在中国打球舒服。虽然输了，但是呢，值得，对吧？对。好，肖老师，通过这几天呢，我们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的付出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时间比较短，有可能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发现的，或者是有些我们不知道的，那么希望广大的羽毛球爱好者能给我们回馈，能够有个回馈。对。那么今后呢，赵指导，我们继续努力。我们把它拍成一个连续剧嘛，这个只是开始吧，应该还有下集。肖老师，我希望通过我们这几天的努力，能够错了，我们就会高兴开心。哎呦，太慢了一点，怎么这个那么难呢？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付出，能够从中学到东西，这样我们就会很开心。对，很高兴。拜拜。